大家好，我是末端，欢迎来到科技慢星云。这期主要看的是如何免费使用 Codex 这个 AI 神器啊。既然要免费使用，就会需要使用免费的本地模型啊，这样使用起来才能无 token 无限制。那一个办法就是大名鼎鼎的欧拉玛。欧拉玛就像《山海经》里的五罗，五罗是青药山的神仙，长得像人，却穿着豹纹，声音像明玉一样好听，擅长管理和统筹。这就像是欧拉玛一样，平时看上去像是一个极简小宠物，只要你一把它唤醒，就能把各种各样的大模型处理得井井有条。另一个就是喇嘛 SAP， 看过上一期视频小伙伴应该已经把它安装在你本地了。它最近正在经历一个比较大的升级啊。顺便说一下 Codex 也经历了一次比较大的升级，它现在变成了 Codex Client 和 Codex App， Codex App 是混在 ChatGPT 里面的。那喇嘛 SAP 就像是《山海经》里的鱼强，他是掌管风和海的大神，特点就是极致的轻盈与神速啊。喇嘛 SAP 也是这样一股硬核的力量，纯 C 或者 C++ 打造，没有任何花里胡哨的负担。视频创作不易，请大家点赞订阅支持我的创作。现在来看一下在本地免费使用 AI 工具 Codex， 原因也很简单，用的是本地模型。那首先要使用 Codex 的话，你就需要下载安装 Codex， 你可以直接在它的官网上下载。现在 Codex 已经融到 GPT 里去了，所以你下 GPT 的时候就会有 Codex。 比如说你下载好了运行起来以后，你要怎么选择 Codex 呢？就是在左上角这个下拉框这边点一下，你要么可以选 ChatGPT， 要么可以选 Codex。当然，如果你不想从官网下载的话，你也可以去它的 GitHub 直接进行下载。这个新是很多的，你直接向下拉，找到 Codex 它的 Release， 点一下进去。点进去以后就会看到它最新的版本号，如果你是追求一定要最新的技术的话。一进来第一个就是点击打开这个 Assets， 下面是对应不同系统的安装包。如果你是 Mac 的话，就选这三个，下面这些是 Windows， 但是为了方便看结果，我们就直接从官网下载。你进到它官网下载页面之后，它会自动侦测你的系统啊，点下载按钮，所以你下载的东西就是对应你系统的，下载就能安装，安装就能用。它具有一定的免费额度，但是如果想在本地跑一点小任务的话，一点免费额度大概是不够的。为了要最大化的免费本地使用，自然就会需要一点本地的 AI 模型。说到使用本地的 AI 模型的话，那欧拉玛肯定是一个好选项。它可以适用很多的场景啊，小龙虾、Cloco、Pi 都可以啊。当然了，本地使用模型的选项是不止一个的，比如说喇嘛 SIP 也是可以的。而且实际上我觉得这玩意儿还更好用一点，因为它足够轻。就像之前这个视频就是专门讲用喇嘛 SIP 来本地运行 AI 模型啊。先看一下欧拉玛，还没有装欧拉玛的小伙伴，直接到它的官网去，点这个按钮复制粘贴到本地，或者download欧拉玛安装一下都可以。既然要用，首先就要安装，安装完以后你会需要注册一个账号，注册账号很简单，有邮箱就行，邮箱要能收验证码就行。关于如何使用欧拉玛，之前也已经讲过几次了。安装好登录以后，它大概就长这样。装好以后，你自然就会需要一个本地的模型。我比较喜欢的是这个 Gemma4， 它是多模态的，而且足够小。对于像我这样资源紧张的机子，这个就比较友好。选 Gemma4 进来以后，向下拉，这一列就是尺寸。Mac 的话要选后缀有 MLX 的。有了模型就需要把它下载下来，我倾向于这 12B 或者 14B 的，因为我本机的资源有限。这两个都是多模态的，可以做文字，也可以做图片。上下文长度 128K， 这个是最大长度啊。你可以把欧拉玛的 settings 调出来，然后在这里就可以调整它的上下文的最大长度了。但是理论上说64就够了，不然它反应会很慢啊。
看一下这个 E4B 的吧。点进去以后，这个就是它的安装命令了。如果你想安装并直接运行，就使用 run 命令；如果你只是想把它拉下来，就使用 pull 命令。使用 pull 命令，把你选中的模型拉下来。稍等一下，如果你还有其他想要使用的模型，一样的，在这个地方搜索一下。我选的都是比较小的，因为我本地资源有限。比如说这个 Onis， 这个尺寸就相当小，当然它只能做文字类的处理。命令在这里，要拉取的方式也是一样的，用命令行直接把它拉下来。按回车，稍等一下。上一个解码 4 的 E4B 的是下载好了，稍等一下 Onis 也就会下载好。相同的，如果你想使用喇嘛到 SAP 提供免费的本地 AI 模型的话，也需要下载模型。它的安装之前已经讲过了，在这个视频里面已经讲过如何基础的安装和配置喇嘛 SAP。最简单直接的办法就是点一下它 GitHub 官网上的这个链接，这个是它官网的链接，到它官网去点一下下载按钮进行安装，或者使用命令行进行安装。下载就能安装，安装就能用。重点是模型去哪里拿？还是在喇嘛 SAP 的 repository 里面，按下拉，找到 docs， 点进去，进来以后选中这个叫 models.md 的文件，点一下这个 thousands of models， 这样就会弹出一个模型列表的页面。在这里你可以挑选各种各样的 AI 模型，因为这里有好多种啊，你跟着自己的喜好去选择吧。比如搜索一下千问 3.6， 这里就有一个，点一下进去，点一下 Files and Versions。我本地资源有限啊，会选择这个最小的这个。它旁边的这个就是下载按钮，点一下就能下载。然后点保存啊。看到底部这个是它的美媒 project， 它的美媒 project 只有899兆，很小啊。这是一个读图的 GGUF 模型啊，一样的，点一下就能下载，一样的，点一下就能下载，保存到一个本地你方便使用的地方。回到模型列表页面。如果你还有其他喜欢的模型，一样在这里搜一下，选择相应的模型，点进去，点一下 Files and Versions， 然后去下载你能够使用的对应的版本。比如说我们看一下这个刚刚没了官网的这个 Gemma 4的 E4B， 点进去。为什么选这个刚刚没了呢？因为喇嘛 SAP 它用的就是刚刚没了。你可以在它的官网上看见，在它的描述器这里就有说，喇嘛 SAP 是 built on top of 的刚刚没了 library。那在它的模型这边，进来以后点一下 Files and Versions， 一样的，去选择你想要下载的进行下载。我建议使用这个 Q8 的，因为它不仅支持文字，还有美媒 project， 也就是它可以读图啊，而且它还有多媒体的支持啊，也就是音频、视频、PDF 诸如此类。尺寸也还合理啊。那模型的话，大家就选自己喜欢的挑吧。回到奥拉玛，模型都好了以后，要开始把本地免费的模型用到 Codex 里面去。你登录进它官网以后，在你个人的设置底下，找到这个 Coding 点一下这个 All Coding Integrations， 这样就会跳转到它的说明页面。这个说明主要是说它能跟哪些具有 AI 功能的 IDE 进行合作，比如说 Codex App 或者 Codex Client。当然它也可以支持 Cloud Code、Open Code， 很多啊，包括小龙虾派、Hermes 它都能支持啊。你直接打开欧拉玛，点一下这个 Launch， 在这里你就可以看到它能 Launch 的所有的东西了。当然这个只是一些简单常用的。你要仔细看的话，就点到它官网的设置底下，找到像 Open Cloud 啊，然后点一下它这个说明文档，你会看到它能支持的东西都在这里，很多啊。这次我们主要就是看 Codex， 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自己看一下其他的。欧拉玛的官方提供了2个选项，一个就是直接用这个 ChatGPT， 因为 ChatGPT 现在已经包含了 Codex， 另外一个就是纯 Codex。那既然 OpenAI 官方推的是这一种，我们就先用这一种。要在 ChatGPT 中直接用欧拉玛也很容易，点一下这个按钮，它就复制了这条命令，
到你的终端里面粘贴这条命令，然后按回车，这样就会看见我们之前下载的模型了。随便选一个，比如说选这个解码 4， 它会要求重启 ChatGPT 啊，选这个 Yes 按回车，很快就重启好了。你可以在这里看到，它现在就直接换成了 Ollama。使用 OpenAI App 这一个好处是什么呢？是你可以同时使用 ChatGPT 或者 Codex， 你只要选就可以了。你选 ChatGPT 它就是 ChatGPT， 一样是在这里操作。你如果选 Codex 也差不多，也是在这里操作。要添加新的项目、新的 project， 要添加新的 project、新的项目就在这里点一下。要添加权限就点一下 Ask for Approval 这一个选项，把它改成 Full Access， 然后点确认。这样 Codex 就有了你全部的权限，点一下这个 Custom 按钮，努力程度这边就保留默认就好了，默认就是中等。那我们怎么证明 Codex 目前会用的是本地模型呢？虽然 Ollama 显在这里，但是我们还是要证明一下。很简单，把你的网络断掉，目前我就处在全部断网的状态，然后你随便跟他说句话，比如说说个 Hi， 他是有回复的，也就是说他用的一定是本地模型。使用 Codex 的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能够使网络自动化。有了网络以后，要做一点设置，点一下 Ollama， 点一下设置，上面这些都是做个性化的，你根据自己的喜好去设，我就不动了。重要的是这个 Browser 要点一下，也就是浏览器啊，要确认，在打开状态下，然后你甚至都可以直接把你的用户名、密码什么保存在这里。它还会自动帮你 login 啊，但是这个存在这里是不推荐的。然后打开一下 Computer Use， 因为要装插件啊 ，Chrome 和 Edge 都是可以的。目前只支持在正常浏览器中使用啊，在隐身模式下似乎不能用啊。但无论如何，这个是必须的，因此我们要装好以后回到 Codex Ollama Settings 里面 ，Coding 下面这几个是和代码相关的项。回到主界面以后，我们让它用浏览器，等了很久啊，并没有搜索我们想要它搜索的东西，然后就一直卡在这个地方，但是实际上好像什么都没有执行。在 Computer Use 底下，在默认 Chrome 浏览器的右边点一下 Manager， 没关系啊，我们等一下使用纯的 Codex， 不是在 GPT 里面用，在这个纯的 Codex 里面再使。Codex 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用来写 code， 无论是 GPT Work还是 Codex， 它都可以选择自己的 project 来进行编辑。如果你有多个 project 的话，选一下回到 Codex， 鼠标指到 New Project 上面，然后点一下 Edit Project， 在这里就可以添加你自己需要的 project 了。那为了快输出结果，我们就不做设置，因为它自己本身也会生成一个 project 文档以及项目的文件夹。让它就在当前项目文件夹底下创建一个简单的 Python 文件，然后输出 Hello World， 发送。稍等一下，很快啊就生成结果了。把鼠标指上去，上面浮动出来的这个就是它的路径啊，这个是在你本地的，但是它是出了一点点 syntax 的问题，所以让它自己 fix 了一下。使用 cd 命令进入到对应的文件夹，我是已经进入了。直接用 Python 命令跑一下，应该能看到 Hello World， 这样一个简单的代码生成过程就完成了。现在看一下如何在 Ollama 里面使用 Codex Client。当然 Codex Client 你是可以直接去它 GitHub 官网上下载的，也可以到它官网 Codex Client 这一个部分来下载。点一下 Index Codex， 点一下 Install Codex， 在这里就可以看到安装命令了，可以直接用 curl 安装。这个是 Windows 命令，这个是 npm 安装，这个是 Homebrew 安装，随便选一个你喜欢的，复制一下。复制就是点这个按钮啊，点完就复制好了。下面这个是更新命令啊，回到终端，粘贴安装命令按回车。稍等一下，这样 Codex 的命令函就安装好了。用这个命令清一下页面，回到 Ollama。复制一下 Ollama 运行 Codex Client 的这条命令，粘贴到终端按回车。你看，这样它也会打开一个和含 Codex GPT 非常像的一个界面。依旧是要你选一个模型，我们就选本地这个 Onis。这个界面和 Clocode 非常的像。这个时候我也给它再次断网，说一下嗨。稍等一下，很快啊就会有反应了。
这说明这用的就是本地模型啊，因为我根本就没网络啊。前面大家看到了，在 Codex App 里面，浏览器自动化卡在了演示这个部分啊，所以我在 Codex Client 里面试验一下，依旧是直接让它打开谷歌的搜索页面，然后搜索点东西，搜索什么无所谓啊，主要是看它能不能进行浏览器自动化。按回车，因为它前面卡在演示那个部分，给人的反应是似乎 Codex 在这个地方做了升级，就是把这个功能放进了沙盒啊，所以出不去啊。如果不行，可能会需要用 Playwright。如果要用 Playwright， 这次就先不讲。它好像在使用命令行进行搜索。是的，它确实是应该是把浏览器自动化那个功能放进沙盒了，不过也没有太大关系啊。除了 Playwright， 你点一下这个侧边栏的按钮，然后点一下 New Tab， 好像它自己就有一个浏览器。也就是说 Codex 可能不能使用外部的浏览器，它可以使用自己 built-in 的这个浏览器。当然这个浏览器肯定是一个沙盒的浏览器啊。这里它最后说了，因为沙箱环境限制了浏览器的控制。当然这一整个过程说明了可以在 Codex Client 里面使用本地的 AI 模型。当然除了使用 Ollama， 我们也会希望有一些别的方法能够来使用本地的 AI 模型在 Codex 中，比如说 Llama SAP。Llama SAP 要用的模型的话，希望大家已经下载好。如何安装 Llama SAP 之前也已经讲过了。退出一下 Codex Client， 新下页面，随便开一个新窗口，用 cd 命令进入到 Llama SAP 的模型里。这是我的 Llama 模型的文件夹的名字，你可以自定义啊。按回车。看了之前视频的小伙伴应该是已经知道 Llama SAP 怎么安装了。用这个命令验证一下，确实能看到版本号， Llama Client 和 Llama Server 也都在。用这个命令把 Llama SAP 上 Gemma 4这个模型跑起来。稍等一下，复制一下这个链接，随便打开一个窗口，把链接复制粘贴进去，按回车，这里就能看到它的模型了。在这里就可以看到它模型的名字，因为这个是暂存在缓存里的，理论上说是可以用。复制一下它完整的模型的名字，保存在本地一个方便你复制粘贴的地方。然后回到有 Codex 的 ChatGPT， 点一下 Llama， 点一下 Settings， 点一下 Configuration， 我们要配置 Llama SAP 进到 Codex 里，点一下这个 Open Config Tom，这样它会在一个编译器里面自动打开啊。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之前它用的是 Gemma 4， 这个是从 Ollama 来的，这些配置是给 Ollama 用的，不需要它们全选删掉，然后把这一整段粘贴进来，这就是 config.tom 要的配置了。它连的是 Llama SAP， 这个模型可以去哪里得到呢？之前也讲了，你要在本地先把 Llama SAP 跑起来，然后在 Llama SAP 的界面里面点一下这个模型，就是这个 File Path， 拉到右边，点一下这个复制的按钮，就可以复制到剪切板了。点一下 Back， 塞了几次 Hi 都没成功啊。关于 Llama SAP 的模型，如果这个网站拿不到，可以到这里来拿，这个是一样的，它只是个镜像而已啊。查了一下 Codex， 最近有比较大的更新啊，它不再支持以前那个 OpenAI V1-Chat Completion 的那个 URL 了，要用的应该就是要 Response， 而不能再用 Chat。但是 Llama SAP 它自己本身升级还没有完成啊，要么你可以等 Llama SAP 升级一下再用，方法应该是差不多的。要么你使用 Homebrew 安装早期版本的 Codex， 那样也可以用，因为原本是支持 OpenAI Chat Completion 的。那无论怎么说都可以使用 Ollama。这期主要讲的是使用本地模型，免费无审查的使用 Codex。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试一试，请点赞订阅支持我的创作，谢谢。